我大概在17岁的时候，知道自己是喜欢男生的，没有和任何人去讲，埋藏在心底，觉得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嘛。老家是个县城嘛，对，在我们那边的一个轴承厂嘛。到周末的时候，就去公园玩，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玩，在公园里玩累了，就是去洗手间，发现那个墙上写了很多这种什么，对，同性恋啊，几点几点在这里等啊。就很多信息，还有画了一些画什么东西啊，对，那个年代的特色，那个时候一下就打开了我的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我当时第一感受我就说，哇，原来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，而且他们很勇敢，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在这个上面啊，通过涂鸦的方式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看啊，看周边的人。后来我就发现也很多人在看我。我就明白了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同志据点。那个时候吧，因为虽然知道自己是喜欢男生的，但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嘛，所以没有什么经验。那可能年龄比较小，才17岁嘛，就认识了一个人嘛，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小树林就聊天，我把我很多不明白的东西都问他，对，他也给我讲了很多。我们这个小城的同志文化的情况，我是个挺大的，就对这方面可能刚进圈吧，就特别的有激情、好奇。我们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都会拿扇子嘛，我就拿那个笔啊，在扇子上写了字嘛，我在扇子这一面写个同，在那个面写个性恋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会把扇子拿在手里，就是这样。没事的时候就敲敲手啊，坐在那里。当我发现有人看我，那个时候好像地下党在街头一样的。当有人看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把扇子打开，然后假装扇风。他一看就懂了，然后他就会走过来拍拍你的肩，很默契的就向那个小树林里面走去。年轻的时候就是挺疯狂的，也挺主动的。我们东北睡的是炕，一家人是睡在一个炕上的。我带我那个男朋友回家，跟我爸妈说这是我的同事啊，反正中国同志都是这样撒谎的。然后爸妈就很热情晚餐在我们家吃的饭，然后留宿睡在炕上面。爸爸妈妈很早就起来了，开始张罗就是做饭呀，家里还养了一些鸡鸭鹅狗的，两个人就起来忙了。然后我们俩躺在那个炕上。就很舒服啊，炕烧得很热，就很舒服，两个人就冲动嘛。我妈妈就一下就推门进来了，因为农村妇女她当时觉得可能是两个男生没有敲门就进来了，她愣了一下，但是我们就很慌张嘛，就说妈你干嘛？她说我拿什么东西，完了她就走了。吃饭的时候就都不怎么做声啊，我妈妈就吃完饭的时候就把我爸爸就给叫出去了。叫住他俩就在那个院子里聊天，嘀咕啊，然后我就知道坏了，我妈妈可能要跟我爸去说了。当时很害怕我爸当着我的朋友的面我训斥我，因为我爸爸对我挺严厉的。我爸爸是一个有文化的，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个高中生他是一个毛笔字写的特别好，我们那边他算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在我们那边的一个乡镇企业里做一个书记什么这样的工作。他是一个有文化人，然后呢又很受那个邻里乡亲的尊重，任何一家红白喜事都得找他去写账，过年写对联都是我们俩坐在那个东北那个炕沿上就坐着，就好像犯了错误，就心想该怎么办嘛，但是也不敢面对，也不想主动去说。我当时心想就是再坐一会儿，然后就找个借口说我们要回城了，我们要去工作了，就走了，逃掉就好了。但是我爸爸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思，他觉得是要沟通一下的，所以我爸爸就喊我，他说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谈点事情，就叫到院子里了。啥心情那个？很害怕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低着头尴尬看地面，左脚碰右脚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所以我爸爸就看了我那么尴尬，他也不想让我特别难受，他说。其实也没什么。他说只要你是你自己喜欢的，也没有人去强迫你。我都理解。他说我都理解。我爸爸这么说的，非常超前。就是后来我跟很多人去谈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们说你爸好超前啊。
那我就说好的，我说那个啊，我会改的，我当时还说我会改的，说啊什么样的，我就很狼狈的就走了，就是觉得逃过一劫，和想象的不一样，也以为会遭到一顿毒打。后来就是我因为这个同志身份和我爸爸会有很多次的接触，包括谈了这个朋友嘛，我爸爸都是接受的，没有说什么去给人家脸色看啊或怎么样的，都很理解。东北人我觉得还是胆子蛮大的，也比较奔放，我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子，北方人可以很开放，就是很大胆，比如在公交车上跳钢管舞啊，然后在那个火车上，比如说我们坐火车去别的城市去玩，我们会在火车上把2个车厢一堵，然后就大声喊父老乡亲们，模特秀开始了，就开始走那个模特秀，挺夸张的事情啊。在公交车上就会跟车厢里面说给大家跳个钢管舞啊，然后那时也没有音乐，然后就开始把着那个就跳。东北是非常早的出反串的地方，90年代的时候东北就有一批了，那个年代挺包容的，然后我们经常有的人会穿女性的旗袍啊，那时候也有人戴假发呀，大家在公园里疯啊闹啊，各种外号，那个时候真的开心，但是也会有紧张时刻。但是公园一般9点钟的时候它就闭园了，老百姓都走了，但我们一些同志啊，我们就在那个亭子里面大家聊天啊，疯闹啊，就意犹未尽。我经历过几次，也是就派出所就过来把你抓走。北方的冬天嘛，那个派出所里有那个暖气管嘛，对，就把我们全部扣一排。他也不说你们犯了什么错误，因为现在想想你也没犯什么错误，但是呢，他就不放你走，比较娘的就开始哭起来了。阿 Sir 就给我们发纸巾，就一个人说你们哭吧，你们哭得真好看，当成一份娱乐了。那个时候吧，就是认知吧，文化程度也不高，也确实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特别的害怕通知他们，因为那个时候警察说也不允许再来了，如果再过来的话，再被我抓到就通知家属啦，通知单位啦。那个时候就挺害怕这种事情的，心里面是有这种担心的。但是你想，就是法不责众。一抓进去就几十个人，像我们属于这种县城的人过来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就这个城市不是我们长大的地方，但是有本地人吧，他就会胆子大一点，他就会闹啊，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关我啊？你什么时候放我啊？对，我犯了什么错误啊？对啊，同性恋违法吗？哪一条违法了？好了，后来也是没辙，就把我们就放了。在没有经历这种事情之前，我一直会觉得这种事情本应该就在地下。我虽然喜欢看这些女生把这些就是扮演女生的这穿旗袍的，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，但是我自己不敢这样，因为我骨子里还会觉得这不太好的事情，或者是害怕惹来麻烦，自己是什么话都不敢说的。有人哭的时候会跟着哭，人家问话自己就不敢答。但是我看到了很多，就是他们有的是大学老师啊，有的是唱歌的呀，反正就是各种各行各业吧。有的人他就会以理据争嘛，讲道理啊。后来慢慢的我就有一种归属感，我会觉得说有人比我懂更多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认知了，就会觉得说这不是错误的事情。有很多这样的人，而且很多人也是挺有学历的，也有社会地位的，和不同的同志去认识，然后听他们去讲述他们的这些经历，他们怎么样面对单位里面的人对他的歧视。比如说我们北方有一句形容同志的有不好的话，就说这个是个二椅子啊，对，这个是个变态那个时候他们也会讲，我怎么怼回去。当时我听到最就让我就是激励我的一句话，就有一个年长大的同志，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说我们同志在行业中其实都是佼佼者，都是翘楚。因为我是一个小县城出来的，然后社会地位是最底层的，当时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真的也激发了我，因为我也觉得其实我也很有梦想，我也很爱表演，也很爱表达，也很爱交朋友。
所以我觉得说啊，如果将来无论我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我也想像他一样的做行业中的翘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对我影响，也让我就是变得勇敢了。因为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其实觉得说哪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，我就挺勇敢的就离开家乡了。台湾有一个杂志叫《雄风》。他当时来我们上海那个酒吧里去选模特去拍，我是这个酒吧里的负责人嘛，找到了几个男孩子愿意去拍。我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特别的爱出风头，做初中的自己那种感觉。就自己去拍。我说我也想拍，人家并没有看好我，或者没有主动去找我，但是我主动去要拍，不要钱。人家拍要几万块钱，然后我不要钱。后来觉得说，哎，你也蛮有特色的啊，说那就可以，就拍了。我那个时候一直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说一般的人很难上到这个杂志的，我居然上杂志了，很多人都能看到我。我当时就有这点虚荣心，就觉得我爸爸一直都是很包容我的，我们俩经常去谈论这个同志话题。我就想把我这件事情跟我爸爸去分享。我就拿了这个杂志，我就跟我爸爸说，我说我上杂志了。我爸爸就很开心的，他说这么厉害上杂志了，说还是台湾杂志呢。我说但是你看了不要骂我。我爸说为什么要骂你呢？上杂志不是很好吗？头几页不是我。当他一翻到头几页的时候，那些男孩子他就把这个杂志合上了，他就说我知道你一定拍得很好。我就不看了，他说看了可能我会难过呢。我当时突然就觉得我好像伤害到他了，然后我就说啊，爸对不起，其实我拍的也不是很过头啊，你不看就不看啊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气氛瞬间凝固，这个真的是就非常尴尬。后来我就拿着这个杂志就走了，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藏起来了。所以说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个启发就是，我觉得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分享的，就哪怕就是跟父母，就是他哪怕他就只是说他理解你支持你，但是自己还是要有边界感。从那件事情以后，随着年龄慢慢增长，后来就是一个人会变的嘛。如果我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青春，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选择那样去张扬啊，去表现自己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同志。有的时候人越多越刻意，明明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娘的人，但是说人多的时候就会刻意的翘兰花指啊，就是演给别人看的，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希望让别人去知道和接纳你是同志。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现在我有了小孩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年龄也大了。我和海哥这样的就是我们俩17年了，有很多时候我也会反思我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就好像回归传统了。我现在就特别的渴望，就是孩子们放学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在那吃饭。因为有了小孩了，可能各方面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我爸爸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反思点啊，就是说亲人之间也要有边界感啊。就是你的隐私不需要去和别人去分享，你的同志身份也不需要通过刻意的同志表演来证明你有多优秀。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其实这种自信也就都有了。虽然我们是个同性恋的家庭，2个爸爸3个孩子，但是我们在邻居面前，在其他人面前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，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。就是我们大大方方的去接孩子，有的时候2个爸爸都去了，孩子也会说啊，2个爸爸都来了。可能就是当你真正的认同你这个身份了之后，就不需要刻意的用行为来去认同，然后也到了这个年龄，也就不想去和别人解释太多了，可能就是也是一种成熟吧，我是这样想的。